万众期待的《丝之歌》已经发售了有1周了。还记得1周前游戏刚解锁的时候，直接把 Steam、Xbox、PlayStation 和 Switch 的在线商店全部都给干崩溃了，让无数玩家又做了一回正版游戏的受害者。甚至有人戏称，《丝之歌》的第一个 BOSS 其实是各大游戏平台的下载服务器。游戏在发售之后 ，Steam 也达到了惊人的58万玩家同时在线的好成绩。很多游戏甚至在知道《丝之歌》的发售日期之后，为了避开撞车而刻意推迟了自家游戏的发售。放在以前，你要是说一个游戏为了避免像 GTA 6这样的作品而延迟发布，那确实在很多人眼里非常的正常。但是你可别忘了，《丝之歌》可是一款不折不扣的独立游戏啊！这个游戏系列从最初众筹的时候只能筹到57000澳币这种低的可怜的数字，到后来可以说是在毫无任何营销的情况下，甚至让 Xbox 的新掌机都来蹭他们的热度宣发，再到盗版社区的玩家都跑出来呼吁大家购买正版，你就知道这款独立游戏是有多么的现象级了。这支来自澳大利亚最初只有3人的小团队，凭借这个关于虫子的故事，让整个世界都为之疯狂。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聊聊我对《丝之歌》在 Steam 简中区率先被打差评的看法，同时也顺便吐槽一下某些开发者认为 Team Cherry 给玩家带来了所谓不切实际的期望的这种观点。最后再看看独立游戏与大厂之间在观念上的巨大差距，以及为什么玩家会被这些小团队的作品彻底圈粉。大家好，欢迎来到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甚至到了现在了，有些不了解这个游戏类型的人还在说什么这种4399小游戏，不知道这群人在兴奋什么，整天幸运的。我想说，一个游戏好不好玩，不是光看画面的。空洞骑士这种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的集大成者之所以好玩，在于它将探索、战斗和氛围感结合得极其自然。游戏世界庞大却精密，每一个区域都有独特的风格与秘密，等待着玩家去发现。战斗系统看似简单，但需要精准的操作和耐心的积累，以及一定的节奏感，才能在一次次挑战中磨练技巧。而那种孤独却充满诗意的氛围，加上优美而忧伤的音乐，很难不让人沉浸其中。它既给了你征服强敌的成就感，又给了你发现隐秘角落的惊喜感。它好玩不只是因为打得爽这么简单而已，更是因为在探索和成长的过程中，你能不断地感受到未知所带来的吸引力和满足感。不过在《丝之歌》发售之后， Steam 简中区的评价一度从褒贬不一掉到了多半差评。我觉得造成这种反差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游戏本体的素质不佳，而是糟糕的中文本地化，再加上玩家对难度的认知与实际体验之间的强烈反差，这2方面叠加所导致的结果。我先说一说这个难度的问题啊，这一座的难度在我看来是非常难的。虽然说在玩游戏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感觉太难了。《丝之歌》原本就是 DLC 内容中途被改成完整游戏的，我感觉 Team Cherry 应该是抱着制作高难度 DLC 的心态去开发《丝之歌》的，难度上有一种黄金树幽影 DLC 相对于老头环本体的那种感觉。对于很多跟风买了游戏的休闲玩家来说，想要好好体验的话，门槛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感觉很多玩家因为游戏的流量实在是太大，再加上游戏的角色看上去十分的可爱，一冲动就买了游戏。就像我老婆一样，刚进入游戏没一会儿就被教做人了啊，不对，是教做虫了。另外我还看到一个观点，就是觉得说 BOSS 的难度这么大，打完之后给的奖励太少了，没有正向反馈。对我来说，击败 BOSS 本身的那种成就感，有的时候啊才是最大的正向反馈。虽然说确实很多 BOSS 辛苦打完却没掉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是击败 BOSS 往往会解锁新的地图或者是通路，让我可以继续探索，这未尝不是一种奖励呢？不过我还是建议所有 BOSS 门口啊都放一个椅子，这样真的会方便不少。我被 BOSS 打死也就算了，但是如果我是在去 BOSS 的路上被小怪折磨死的话，还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在路上还有各种跳跳乐的情况下。不得不说，这个空中斜4跳跳乐对于手柄玩家实在是太不友好了。
而且这一做是真的很容易缺钱啊，没有几个小怪是掉珠子的，但是偏偏你干什么都要珠子。再说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很多玩家吐槽游戏文本充斥着所谓的文言文和生硬的直译，让对话难以理解，严重的影响沉浸感。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这次的中文本地化属实是做的十分的拉胯。不过翻译的问题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记住啊，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这个游戏本身剧情就不像传统的游戏那样直白，剧情更多的是埋藏在环境、NPC 的对话和背景的设定里的。对于我这种玩家来说，好玩的核心还是在于探索和战斗本身，地图设计、BOSS 挑战、成长系统，这些才是直接驱动我继续玩下去的动力。剧情对我来说更像是锦上添花，这个游戏的剧情是那种愿意钻研就能发现深度，不在意也不妨碍游玩的典型。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打 BOSS 开地图，也完全能够体会这个游戏的乐趣。这一次 Steam 简中区的差评是玩家从等待多年、期待值过高到对难度的认知与实际体验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再加上中文翻译的大问题，从而导致差评的情绪被放大，最终让中文区的评价显得比其他区的玩家要更为苛刻一些。就我个人而言，游戏是好游戏，不过话虽如此，有的地方真的没有必要把恶意拉得这么满。而且你还真别说是中文区玩家事儿多，很多外国玩家现在也反应过来，开始吐槽这些折磨人的设计了。只不过中文区因为有本地化的问题在先，所以这些玩家的抱怨要暴露的更早一些。不过无论如何，游戏本身的素质绝对是这个类型里面的 top tier。在空洞骑士的第一部作品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前提下，我个人觉得这部游戏的开发者应该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了。所以这第二部作品完全是由他们的热情所驱动的，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赚钱。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让玩家等了这么久的原因。虽然比一代要更难一些，但是细节更加丰富，最关键的是它的定价是真的便宜啊。前一作口碑和销量都如此之高的游戏，续作的定价却只有20美元，可以说是相当的良心了。甚至很多狂热的忠实粉丝都觉得这个定价有点太低了。今年能让我感到这个游戏买的是真值啊的另一个游戏就是33号远征队了。这两个游戏可谓是独立游戏的标杆，就算他们真的不是仅有3人或者是30人的团队，就算他们都是有100人的团队，好了吧，他们的游戏作品也无论在口碑还是销量上完全碾压了那些所谓的3A 大作。斯之歌20美元的定价更是让某些同行感到恐惧。这些游戏开发者声称，这将会导致未来玩家对于游戏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们觉得玩家不懂得做出一款游戏需要花多少人力、物力和资金。可是当一款独立游戏取得现象级的成功以后，不论它的定价，就是会让以前那些不玩独立游戏的玩家注意到独立游戏这个领域啊。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对整个独立游戏产业利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些开发者的这种观点跟之前那些大厂的开发者批评《博德之门3》太好玩，不应该成为业界标准的看法简直是如出一辙。对于这种看法，我只想说，你可闭嘴吧。作为消费者，我不需要知道做游戏有多么的困难，开发者有多么的为之努力。你们的这些借口只会让你显得无能且废物。作为从口袋里掏钱的买家，我需要知道的只有一款游戏好不好玩，有多好玩，我这钱花的值不值，而不是听你在这告诉我你有多苦有多累。让我开心是你的工作。再说了，我的工作有可能比你还累呢，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到我面前来的呀。你让我尊重你的劳动成果，我还想请你尊重我的钱 AKA 我的劳动成果呢。我们愿意给这些好玩的独立游戏花钱，本质上其实和那些觉得定价太低的玩家没有什么区别。之所以心甘情愿的掏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对于我们付出的金钱给予了应有的尊重。我们抱怨的不是游戏价格提高了，而是市场上大多数游戏的价格对不起它的定价，根本不值得我们为之付出。我看到有一小部分人在我之前讨论独立游戏崛起的相关视频里评论说，死掉的独立游戏不计其数，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这确实是事实，不可否认。可是做独立游戏的开发者基数越多，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玩到好游戏的概率就是越大啊。而且我更想表达的其实是，这些在游戏行业扎根已久的3A 大厂，明明可以不用浪费大把的资金去雇佣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开发岗位，却还要过度的扩张。比如我之前就提到过，暗黑4单单是音
校团队的人数就达到了惊人的2400多人，这简直就是离谱。你说你在这上面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还要跟我们玩家抱怨说自己做游戏的成本太高，你是什么毛病？他们完全是高估了游戏行业的增量市场，人为的增加了游戏开发的不必要成本，最后这些开销全部都会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那些做出错误决定的高管呢，反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过去1年以来，游戏行业基层的大裁员和游戏的涨价就是最好的例证。要我说，他们不是要维持股价，要稳住股东吗？他们其实完全可以把制作3A 大作的预算平均分配给一些独立或者是2A 游戏，这样得到的收益肯定比他们现在的模式要高得多。现在这些大厂的所谓3A 大作，动辄开发成本上亿，根本就是在赌博。之前有多少游戏厂商希望 GTA 6能带头把游戏的价格提高到100美元，不就是为了在这场赌局里增加自己手上的筹码吗？后来没有想到啊，第一个提价到80美元的竟然是任天堂。我还看到一些观众说任天堂的游戏还是保持着初心的，确实他们的大部分游戏系列非常好玩，可是同时也非常的贵啊。而且御三家里面做游戏最不花钱的就是任天堂，然而他们却是最先把游戏价格提高到80美元的。就比如我所在的澳大利亚，马里奥赛车世界要卖120刀，甚至已经快10年的老游戏旷野之息还要卖我110刀。就这个价格放在几年前，我都可以买到很多游戏的实体典藏版了。就算是有通货膨胀，120澳币放到现在也可以买4到5个独立游戏，然后爽玩了。其他2家呢，微软紧随其后，表示年底也要跟进80美元的定价策略。索尼呢，虽然游戏价格还没动，但是游戏机本身和 PS 会员的价格早就是水涨船高，都涨价好几次了。新民特税和马拉松税的双重加持，让索尼的玩家早就苦不堪言了。The next day. 然而现在的欧美3A 大厂在这些成功的案例中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我感觉他们在游戏上的创意已经破产了。我都能想象到四之歌成功之后，他们只会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我们也做一个类银河战士恶魔城的游戏好了呀，肯定能赚钱。想象一下，一个带着微交易的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连2段跳都要你付了钱才能解锁，这将会是多么荒谬的场景啊！但是在这些大厂的高管眼里，其实这一点也不荒谬。如果能够把这种商业模式正常化，在他们眼中反而是一种成就。真的，这种病态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早就应该按下暂停键了。玩家们对于这些大厂的信任早就崩塌了，他们想要重新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是非常困难的。虽然说也有无人升空这种花了快10年才完成自我救赎的励志故事，但是玩家对于这些卖全价的3A 游戏的耐心显然不是无限的。别说玩家没有耐心了，这些厂商自己也没有耐心去补救。看看圣歌、星战前线这些 IP， 他们不会去想着补救的，他们能想到的就是放弃当前的包袱，然后在下一款游戏中温水煮青蛙。每一次大厂的创新尝试往往只是套上了新的商业模式，而核心的体验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长此以往，玩家越来越倾向于寻找那些真正用心打磨游戏内容的小团队作品。独立游戏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价格亲民，更是因为他们敢于冒险，敢于用心。而 3A 大厂的决策往往被来自财务和股东的压力所绑架，高管们更关注的是如何稳住股价，维持利润增长，而不是如何做出一款真正好玩的游戏。于是乎，游戏越来越像是一个市场化的产品，而非艺术的创作，而玩家的体验和游戏的乐趣往往被放在最次要的位置。可是我们玩家也是人啊，我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独立游戏能够用有限的人力和预算，在玩法和设计上做到极致，让玩家感受到开发者的诚意，这正是大厂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此外，大厂过度依赖技术和特效的堆砌，从而掩盖他们创意枯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你的画面再漂亮，如果游戏本身缺乏深度和趣味性，如果这些大厂不能真正理解玩家需要的是什么，再多的预算和宣传也无法掩盖玩家的不满。而那些小团队凭借创意和用心打磨的作品，不仅赢得了玩家的喜爱，也重新定义了高品质游戏的标准。市场只会越来越倾向于奖励真正懂玩家、懂创新的开发者，而不是只会烧钱追求大制作名号的大厂和这些巨头。
Later， 就算《丝之歌》这部续作难度很高且充满恶意，但是它绝对无法掩盖《空洞骑士》这部独立游戏的现象级成功。这部游戏的成功其实早就不是一款游戏的胜利了，而是一种创作理念和市场格局的胜利。它告诉我们，真正能够打动玩家的，并不是光鲜的 CG、昂贵的宣发，或者是天价的预算，而是用心打磨的玩法与诚意十足的表达。独立游戏的崛起正在悄无声息地提醒着那些习惯于垄断和套路的大厂，玩家不傻，我们要的只是好玩的游戏，而不是一堆包装精美的空壳。未来属于谁？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团队，未来只属于那些愿意倾听玩家、愿意冒险创新、愿意把游戏当作艺术而非商品的团队。Anyways， 欢迎收看第6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空洞骑士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不要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